这场战争也造成了现在全球的油价狂飙，那当然了，也重挫到美国的经济，美股暴跌之外，美国的物价在此刻创下了半年来的新高。川普无视民生疾苦，还大喊说，这个时候油价高涨，美国反而可以赚钱。另外一方面，川普的孙女则是高调的逛全美。也是最贵的超市，遭到美国人怒轰说不知民间疾苦。好，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确实哦，在伊朗的封锁荷姆兹海峡之下呢，全球现在准备接受的就是会不会如伊朗所喊的，接下来的油价会来到1桶$200的石油价格呢？国际能源总署已经特别示警了，这一次供应冲击的规模是超过1970年代当年的石油危机的。现在只有一个人不紧张，就是川普。他说油价上涨，美国会赚很多钱。相较于川普，我们来看到川普的孙女，18岁的孙女凯伊，她还高调的在这个时候去逛了美国最贵的超市。这间超市呢，她就在这边大肆的采购，然后呢还把它 po 上社群媒体，一边说哇这边食物怎么这么的贵啊等等的。这一家超市在美国贩售的东西都是非常高价的一些单品，像是里面有$21的一杯冰沙$21，或者是说一颗草莓要$19等等的。这个影片呢，他孙女 po 的影片一出之后，被网友怒轰啊！我们普通的美国人连基本的食品都买不起了，你还 po 出这样子的影片，被视为是不食人间烟火吗？再加上这个川普的言论，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川普讲的没错了油价上涨，美国确实是会赚很多钱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是产石油的。可是他没有讲清楚的话是，美国谁赚很多钱？是美国的石油厂商会赚很多钱，但是美国老百姓会因为通膨来讲的话，会付出更多，生活会更加的疾苦虽然说美国有产油，可是油这种很特殊的，它如果说一旦这个通货膨胀来讲的话，是全世界不管你有产油国家或者是没有产油国家，同样都会受到通膨的连累，因为货物运输这个都要靠石油嘛，甚至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石化产品都是要石油提炼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得了这个通货膨胀的灾害。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这个话当然只是针对美国的厂商会赚钱可是美国老百姓却一定会因为通膨所受苦。那美国打这场仗由于现在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我觉得我自己的研判当这个荷姆兹海峡伊朗用这个水雷的方式去封锁的话，我觉得短期之内很难美国能够重新去排雷，重新去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行的安全，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短的时间可能是1-2个月，长的时间可能经年累月的可能性都很高。所以后续来讲，你会看到，包括到 IEA 这个虽然说释出了40亿桶的石油战备储量，可是将油价想要压下来，也不会就是1天的时间，第2天油价又弹上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油价还在往上面在走所以虽然释出了这些战备储油，但是油价短期间，我想这些油商应该看得很清楚。当荷姆兹海峡用水雷方式部署是很难有一个这种缓解的机会了。那川普的孙女这时候去逛超市，你知道，如果说美国川普自己引起这场战争，那你美国是不是属于战时？虽然说你自己国内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可是毕竟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以色列现在联合起来在打伊朗。然后也因为打这场仗会石油被封锁，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大家都知道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那前阵子川普自己因为搞一个关税，美国因为已经通货膨胀，很多美国的老百姓都在讲说生活在斩杀线。也就是他人生，如果一旦生个病，可能他人生这个房贷、车贷什么都交不出来，马上沦落到街头。很多民众是生活在这种斩杀线的这种边缘状况之下。那你这个时候，你孙女这时候跑去炫富，跑去这边，那一副何不食肉糜？哎呀，好贵哦！我觉得这是炫富的心态了。当然，我相信你绝对花得起，你也有这种本钱去花这个钱。美国有很多有钱人，因为贫富非常的不均嘛，这个90%的财富集中在10%的人手上。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去这种高端做这种消费，可是看在一般的民众眼里面就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尤其是说这场战争如果因为石油造成美国自己通
通货膨胀更严重的话，那老百姓会记恨谁？把这个气就发在你川普身上嘛？那我试问一下，如果说是这种心态，美国老百姓是这种心态的话，你川普期中选举，你到底选还不选？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孙女做这个动作，看在共和党的党员眼中哦，那真的是这个心里头有苦说不出啊。对，好，这个油价的部分会直接的影响到川普接下来期中选举的选票哦，因为油价造成的通膨还有物价一起高涨，这个是川普要担心的。但是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来看到金融市场也直接反映了哦，美股是全面重挫，包括了这个3大指数啊、科技股等等。那还有就是能源的价格现在在不断的飙升，结果受害的还包括了这个川普的支持者这些农民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包括了最新的消息，化肥的价格在1周之内竟然飙升了30%，美国农民崩溃的说，最大的噩梦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整体的食品价格在半年内呈现了最大的一个涨幅。这位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他也特别做了一个示警，美国经济他说会走向末日4骑士。好，哪4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油价之外，还有粮食价格，再就是经济成长停滞，全球局势混乱造成的这个停滞性通膨会很严重。那么连川普的支持者也看不下去了。热门的 Podcast 主持人这位是乔罗根也说呢，这场战争实在太疯狂了，美国人感觉被背叛，因为呢，你川普在选举前的时候说，我不会在海外发动任何战争的，结果到现在马上的自己开启了新的中东的战争。岳老师怎么看？这位经济学家叫做史蒂格里兹啊，他是有名的啊，非常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我们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要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到美国的经济。讲到美国的经济，要讲到全民的生活指数。我们以前一直有印象，就在美国生活的很好，但是其实美国赚钱很难啊，想要赚美国人的钱是非常难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己赚美国人的钱到美国去过日子。那因为美国讲起来不是很贵，美国进口很多东西，我们从小就有这种印象，就是你在美国买台湾货的话呢，又好又便宜，这个大家普遍都有印象。尤其是我们很多人都有朋友住在加州，就感觉上特别明显一点啊。他们也愿意告诉我们美国的生活。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首先这个虽然美国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会赚很多钱。刚刚我们厉将军讲得非常清楚，那是谁赚很多钱？一般老百姓的话呢，你就面对了油价高涨的问题。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粮价。粮价包含你吃的东西，通通都会上升这个价格。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化肥的话呢，本身的话呢上升，就是因为美国本身不从事生产，大部分都是进口。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的话呢，就是在贸易上出现很多问题。那川普会搞得一塌糊涂。那个经济的话呢，全球的经济都是普遍下滑。现在来讲的话呢，今年你可以发觉说，就是连中国不打仗的经济，它在往下调。对不对？4.5到5，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对于经济的前景的那个预期啊，就不会太好。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真的很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混乱。全球混乱导致于大家战后的秩序就已经失去了。战后的秩序的话呢，我必须严格来讲，1945年以后的战后秩序是美国建立的。啊，大家今天的话呢，我们活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能够有今天，很多人觉得很幸运，但是基本上就是活在美国的秩序底下。那今天的话呢，那个全球混乱当中，美国秩序没了。啊，美国秩序没了的话呢，就进入一个真空的状态。那你相信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所以美国人普遍来讲，他们感触最为深刻啊，对不对？因为美国本身，我首先讲到，美国的军人就没有那个实力，美国的军人的素质，就是高中毕业已经没有犯罪记录，那这个叫什么素质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美军，然后美元又受到很大的挑战，然后再加上美国梦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越来越不像梦想。所以说，对于美国整体来讲的形象，我自己个人我讲一句由衷的话，我一直认为美国只要萧规曹随、安安稳稳的啊，就管这个克林顿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他把国政搞得很好，那要追上美国还要50年。但是有川普这一搞的话呢，大概5个月就差不多了。好，那在这种局势之下，这么多的问题，接下来的期中选举对于共和党还有川普的影响，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会有影响。那个我们可以看，首先就是人员冲击，人员冲击会冲击到经济的这个方面的表现，会造成通货膨胀。因为所有人员啊，就算是这个工厂的东西，它不用人员，但是你运输这个原料的进来，这个要运到这个市场去出售，这还是要交通，还是要人员啊。
你不用能源的，你也要能源。你就是农业不用能源的，但是你的拖拉机还有你的运送还是要能源。所以呢，这个能源价格一上涨，就会带动所有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会来。那美元也会贬值，美元就一定要降息啊！你降息，美元就贬值，就这样。那我们可以看整个的经济表现就会向下修正。所以看打多久，现在结束还好，但是我们知道战争的影响会不是立即的反应。这些经济会滞后、延后反应，不会说我们今天是他那个美国跟以色列打伊朗，的整个物价上涨，不会。你现在大家把石油拿出来，把战备储油拿出来用，所以还没有感觉。你继续打下去，是不是人战备储油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事后的反应。就我们感冒第1-2天没问题，你已经感冒了，这是第5-6天之后感觉很严重，这个时候征兆就出来了，就是这个状况啊。那现在大家还感觉到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来看。川普就是他战线看太多，格陵兰的问题，一下又是委内瑞拉把马杜罗抓起来，一下又是这个伊朗的打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的问题还没有这解决，现在又打伊朗。去年2025年6月打了伊朗，现在又打伊朗。你现在战线开太多了嘛，准备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很多事情呢，看线开太多，贝多利分，你通通都做不好，那会不会影响到秦州的选举？今年这个11月3号的选举，当然会受影响啊。这个要交成绩单，大家认为你这个川普好像他的这个当初判断都很多事情判断都错误关税战也打得不是那么好然后这个伊朗战争说要打4天呢，结果现在已经打了14天呢，还是这个状况就一国作气，现在变成强弩之末，要调拨这些精准弹药。都会让美国捉襟见肘，没有一举奏效，后面就会夜长梦多。那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状况，就3件事情就会带来压力。第一个，这个牺牲人数会增加，打仗一定会有牺牲的，那川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件事情，这个伊朗政权的更迭没有做成，这是他战略目标，结果把这个哈米尼打死了，结果这个穆瓦塔吉出来了，穆瓦塔吉打完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他会有一个接续这个代理人上去的，所以你这个还没有办法。他想要人民揭竿而且推翻很困难那第3个就是伊朗的浓缩铀把它废除掉，到现在为止这方面还没动作。对，所以川普要交出这成绩单，困难度非常的高。当初目标定得太高，能力其实不够。那现在的话会造成一种我们讲的后面的疲劳战，后面的报复战，会这样子一直到最后面变成消耗战。那这样的成绩单就不会交得漂亮，会势必影响其中选举。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